我明知道老公要杀妻骗保，可还是开开心心登上他为我准备的夺命热气球。只因上一世，老公将我骗上千米高空，还锯断热气球吊篮的缆绳。我苦苦哀求他放我下去，他却 PUA 我，这都是为了帮我克服恐高。恋爱脑的我竟然信了他的鬼话，最终摔成一滩肉饼铲都铲不起来。他却美滋滋拿着巨额赔偿金，和小三双宿双飞，重来一世。我以身犯险进入他精心布置的陷阱，为的就是搜集他的罪证，让他血债血偿。我刚刚跟直播间的朋友打赌，宋姐在千米高空撑不过5分钟，不会已经尿裤子了吧？老婆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可是把咱家房都卖了，赌你绝不会害怕。我这么信任你，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！我恨不得把这对狗男女撕碎，可为了计划能正常进行，我只能装出被吓破胆的模样。老公，继续上升真的会出人命的，快放我下去，我不想死啊！不就做个热气球吗？还扯上人命了。苏慈，你还想不想克服恐高了？我差点冷笑出声，幸好及时掐了一把大腿，疼得我眼泛泪花。老公，你不是最爱我了，怎么舍得让我害怕？说完这恶心人的话，我赶紧闭上眼睛，生怕自己会忍不住翻白眼。配件都是加固过的，你抓紧绳子，保准不会掉下来。我相信你。可是我不小心还把公司的核心设备也带上来了，我现在手抖得厉害，快要拿不住它了。徐凯声音变得尖锐，林佳也失声尖叫。苏慈，你有毛病吧？这可是公司的心血啊，把他带过来干什么？不把他带过来，怎么让你急呢？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哭得梨花带雨。宝贝，你先把设备拿稳，千万别掉了。这设备价值5个亿，摔坏了把咱俩卖了都不够赔。对啊，苏姐，你先把设备收好，我们立刻降落。看你们这么在乎这台机器，我就放心了，一会就扔下去摔个粉碎。他们看起来忙碌极了，可几分钟过去，我头顶上热气球的燃烧器火焰依然在跳跃。徐凯不断安慰我，转过身却忍不住偷笑。老公，热气球怎么还在上升？对讲机那头沉默片刻后爆发哼笑。各位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大家别担心哈，都在掌控之中。刚才那段威胁要扔设备的戏码还不错吧？苏姐的表演天赋真是没得说，连害怕都演得这么真实。没错，这都是我们精心设计的表演环节，为的就是让大家有足够刺激的观感。老公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我真的很害怕啊！徐凯和林佳看着满屏的礼物特效，乐得合不拢嘴，把我的求救全当成了耳旁风。徐凯，我快撑不住了，你们想当杀人犯吗？苏姐真是太敬业了，为了直播效果，连眼泪都挤出来了。没想到你竟然长脑子了。没错，我确实在燃料系统里做了点小改动，它现在只能持续加热，直到燃料耗尽，因此你会一直往上飞，直到这个气球自己砸下来，所以你早晚都会死，别挣扎了。徐凯以为我必死无疑，连装都懒得装了，可他不知道，我早就准备好了录音笔，录下了他的罪状，他故意杀人的证据，这不就有了？老公为了和小三双宿双飞，将我骗上夺命热气球，可我丝毫不慌，只因重生而来的我手握价值5个亿的核心设备，本以为保命有望，不想他们却一口咬定我手中的只是一个塑料模型。我将毕生伤心事全都想了一遍，才忍住没有笑出声。徐凯，你真的忍心看我死在热气球上吗？我们在一起3年，难道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感情？苏慈，我只把你当赚钱工具，谁会和机器人有什么感情？苏姐，每每你忙着开会，我和徐哥都会在你的办公桌上翻云覆雨。每次你打电话催我回家，我都在林家身边，我们一边亲热一边听你絮絮叨叨说工作的事，别提多好笑了。看着他们情不自禁亲密的样子，我只觉得恶心，恨不得把隔夜饭都吐出来。但现在我必须扮演一个被背叛的妻子。苏姐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怀孕了，孩子是你老公的。婚内出轨的证据也有了，直播间已经有10万人在线观看了，打赏都快破100万了。就当是你这个赚钱工具最后一次发挥作用，给我和徐哥的孩子赚了点奶粉钱。苏慈，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，要对佳佳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负责。为了我们一家3口的幸福，你只能去死了。你们真的不在乎我手里的核心设备吗？不放我下去的话，我就毁了这台设备，损坏了公司的核心设备，你们都要给周扒皮打一辈子黑工。核心设备我早就交给佳佳细心保管，怎么会落到你的手上？你少拿假货来骗我。他们还没发现，我早就趁他们不注意将核心设备偷走了。真期待设备落地。他们抱着这一堆废铁痛苦的样子，看着他们自信的笑容，我满心嘲讽，可面上却哭得梨花带雨。救命！我在这里，我被困在热气球上。老公扎破热气球想杀妻骗保，只因无法生育的他和小三有了一个孩子，我跪求他放过我，可他却不为所动。焦灼之时，一辆警车却踩着五彩祥云来到我身边。你不会以为你的救世主来了吧？那是我花钱请来的群众演员，为了增加直播的真实感，他们以为在拍电影呢，还挺敬业的。不过呢，有2个人不是演员，你仔细看看，那2个在向你挥手的人，是不是很眼熟？我告诉他们，他们女儿要参加一个勇敢挑战表演，他们可高兴了，还说从来没见过女儿这么勇敢。我透过望远镜看到，爸爸正兴奋地拿着手机拍摄，想要记录下这个难忘的时刻。他穿着唯一的一套西装，那是参加我大学毕业典礼时买的。毕业典礼结束后，他再也没舍得穿过。妈妈穿着她最喜欢的红色外套，在一旁不停地鼓掌。
嘴里一定在夸着他们女儿真棒。他们以为在见证女儿的高光时刻，却不知道这是在目睹女儿的死亡。放心，你死后我会好好照顾二老的，让他们在思念女儿中度过余生。上一世我被渣男小三害死后，父母整天以泪洗面，没多久就随我而去。他们走后，徐凯继承了父母的毕生积蓄，可他却连骨灰盒都不愿意给父母置办，直接把父母的骨灰撒进河里，父母至死都不知道他们的女儿是他们信任的女婿害死的。但这一次，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再次发生。虽然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内，可我还是佯装被逼到绝路。徐凯，你再不放我下来，我就把模块扔下去，咱们一起毁灭。回应我的是徐凯不屑的冷笑，同时林家按下一个红色按钮，瞬间燃烧器就停止工作，热气球开始急速下降。什么一起毁灭？毁灭的只有你一个。设备在空中翻滚着下坠，发出刺耳的呼啸声。很快，价值5个亿的设备就摔在地上，成了一堆废铁。你不是说他手里的只是一个塑料模型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关我的事啊，肯定是苏慈偷偷拿走的。苏慈，你这个疯子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这下我们都要完蛋了。老公贷款上千万雇佣群众演员，只为让他们成为我意外坠亡的见证者。只因他想让小三上位，于是就将恐高的我骗上万米高空，还叫来我爸妈欣赏我的坠亡。我怒极，直接摔碎价值5个亿的核心器件，热气球急速下降。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，恐惧、绝望、愤怒混合在一起，我的意识逐渐模糊。救援怎么还没到？我早就把坐标发给他们了。最后关头，听到了螺旋桨的轰鸣声。我预定的救援终于到了，找到信号了，他就在热气球上，准备救援，立即行动。你摔的那套全息投影系统只是模型，对不对？真正的设备还完好无损，对不对？设备已经完全损毁了。如意啊，这下公司全完了，是你把设备扔下去的，你要负全责。我不慌不忙，双手一摊，这不能怪我啊！要不是徐凯和林家害我，我肯定稳稳拿住设备，怎么会摔成废铁？我们接到报案，有人涉嫌故意伤害和破坏公司财产。苏慈小姐，请问徐凯和林家现在在哪里？老婆，你醒了，我担心死了。苏姐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以为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，就能当刚才的一切都不曾发生过，绝对不可能。警察叔叔，就是他俩想要害我。警察叔叔，你们别听我老婆瞎说，我老婆有被害妄想症。苏姐她工作压力太大了，难免会产生一些精神问题。医生，您一定要救她。老公将我送上锯断热气球缆绳，但我却丝毫不慌，只因重生的我早就做好万全准备。这一世我不但平安落地，还将他们送进警局。不成想他们为了脱罪，竟然污蔑我有被迫害妄想症。警察叔叔，这份诊断书足以证明他有精神问题。面对警察叔叔略带怀疑的眼神，我拿出录音笔，徐凯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所有人的耳朵。没错，我确实在燃料系统里做了点小改动，它现在只能持续加热，直到燃料耗尽，所以你早晚都会死，别挣扎了。我就是和我老婆闹着玩，可不能当真啊。对啊，我们只是想给苏姐一个惊喜体验，哪知道她会这么害怕。玩笑话，那请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修改燃料系统，为什么要请群众演员？面对我的质问，徐凯和林家紧张的满头大汗，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。这时，另一名警察走进来，在主办警察耳边说了几句话，瞬间，主办警察看他俩的眼神瞬间凝重。苏女士还提供了这次事件的完整直播录像，足以证明你们涉嫌杀人未遂。不可能。看来你们对系统还不够了解。设备断电时，会自动将所有内容上传到云端备份系统，包括你们以为删除的那些直播片段，现在全都完整保存着。徐凯、林家，你们涉嫌故意杀人未遂，现在正式逮捕你们。不，这只是个意外，是表演事故。苏慈，我们是夫妻啊，你要原谅我犯下的小错误啊。老公全心全意帮公司宣传5个亿的模块设备，我却亲手将老公送进警察局，只因在新品发布会上，他和小三联手将我送上千米高空，可为了脱罪，他竟然污蔑我有被迫害妄想症。好在重生的我早就录下他蓄意谋杀的证据，这一次我势必要让他戴上银镯子，吃上牢饭。3天后，我来到警察局审讯室，我隔着单向玻璃看着对面房间里的徐凯和林家，他们坐在冰冷的铁椅上，仍旧嘴硬。警察同志，我老婆胆子小，我想帮她克服恐惧，也有错吗？第一份是徐凯购买特殊燃料添加剂的记录，时间是事发前1周。第二份是林家小姐联系群众演员的转账记录，金额3万元。第3份是他们租用专业摄影设备的清单，每一样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，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。早就猜到他们不会轻易认罪，他们被关进警局这几天我也没闲着，雇佣了好几个私家侦探扒出证据。这些都是为了让表演更逼真。铁证如山，他们竟然还嘴硬，我彻底丧失了耐心，再也不想和这2个人渣量子纠缠。于是我干脆放出最后的大招。这是林家昨天在拘留所做的体检报告，报告显示林家根本没有怀孕，而且从生理指标看，至少3个月内都没有性生活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第一次听说林家怀孕的消息，我就满心怀疑，毕竟徐凯可是患有无精症啊。这种情况下，林家还能怀孕，不是医学奇迹就是撒谎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啊，只有这样，你才会下决心跟苏慈彻底断绝关系。你这个贱人，
我为了你要杀死我老婆，你居然一直在骗我。得知被欺骗的徐凯彻底疯狂，抓着林家左右开弓，林家毫无还手之力，很快就被打得眼冒金星。为什么要骗我？是你自己说想要孩子的，是你说想摆脱苏慈的，我是按你说的办的啊。按我说的办，谋杀苏慈也是按我说的办。明明是你说苏慈配不上我，怂恿我让他意外身亡的。警察叔叔，林家才是杀人凶手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！我只是被他蒙骗的小可怜，罚我3天不能看沙雕漫算了。林家不可置信地看着徐凯，面上闪过一丝受伤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说要保护他一辈子的男人，到了关键时刻竟然让他当替罪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毁灭吧。警察叔叔，你们不要相信他，他欠了巨额高利贷，为了还债才设计了这场意外。知道事情败露，他立刻找黑心医生伪造了假病历，污蔑苏慈是神经病。警察叔叔，我潜伏在他身边，其实都是为了取得他犯罪的证据。现在我终于完成了卧底任务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幸好我早有准备。警察叔叔，我录下了他教唆我的证据。看着他们狗咬狗，我心中升起复仇的快感。现在案件已经很清楚了，徐凯预谋杀害配偶，伪造现场，企图骗取保险金，林家教唆徐凯杀人，这下他们跑不了了。只因耽误老公嫁给80岁老富婆，他就将我送上夺命热气球。可我重生了，我不但没有从1000米高空坠亡，还把他们送进警局，设计他们反目成仇。不久后，法院正式开庭，徐凯犯故意杀人未遂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2年；林家犯故意杀人未遂罪，从犯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徐凯瘫倒在被告席上，林家发出绝望的哭声。我终于为上一世惨死的自己报仇雪恨。你们的事解决了，现在该算我们的账了。苏慈，你故意损坏公司财产，给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。我的当事人要求苏慈女士赔偿设备损失5亿元，加上项目违约金3亿元，总计8亿元。都说了是徐凯和林家害我，设备才会摔坏。他俩一个被判了12年，一个被判了8年，等他们出来，公司早就倒闭了。我必须找个替罪羊赔偿损失。我不管，你必须赔，不然我就天天堵你爸妈家门口闹。你爸妈年纪那么大了，你也不想我去打扰他们吧？谁说坐牢不好？坐牢可太好了，这不就不用还5个亿了吗？苏慈，这可是5个亿，你得给周扒皮打一辈子黑工。法官大人，这是我对张总公司那个所谓5亿项目的调查报告。设备损坏后，我就知道周扒皮绝对不会放过我。我立刻联系了声称提供技术的那家瑞士公司，他们明确表示从未与张总有过合作。深入调查后，我发现所谓的国外先进技术根本不存在，那套价值5亿的设备，实际采购价格不到5000万，而且大部分是劣质仿制品，所以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非法集资诈骗。周扒皮以虚假的技术前景为诱饵，诈骗10多亿。法官大人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在诽谤，这些都是伪造的证据。我嘴角勾起一丝冷笑，早就猜到他不会轻易认罪。我还特意雇佣狗仔查出周扒皮与境外账户的转账记录，以及他购买多处房产的证据。鉴于张兰公司涉嫌诈骗，其民事诉讼请求不成立，苏慈女士不必承担责任。此外，苏慈女士举报非法集资案件，根据相关法律，将获得举报奖励1000万元。这场噩梦终于结束了。重生的我设计将老公送进监狱，只因上一是他和小三联手锯断热气球的吊篮缆绳，害我意外坠亡。本以为大仇得报，没想到周扒皮却要我替付赔付5个亿的损失费。这件事之后，周扒皮的公司被查封，我也准备去新的城市生活。一见面，他就神神秘秘扯住我的手，迫不及待和我分享徐凯和林家的新消息。你知道吗？徐凯是个资深情感诈骗犯，林家为了减刑，把徐凯的牢底全掀了。听说有个女老师被他骗了20多万，还有个开美容院的老板娘被骗了房产。更劲爆的还在后头，警方一查，发现林家根本不是什么实习生，他是个职业骗子。原来林家的真名叫刘小美，初中都没毕业，专门靠骗婚生活。警方发现她已经用同样手段害过至少5个家庭了。她接近有钱的已婚男人，假装怀孕，骗到钱就消失。那为什么这次没跑？因为他发现徐凯对你还有感情，担心东窗事发，干脆想把你弄死一了百了。而且他觉得你太聪明了，早晚会识破他的把戏。徐凯知道真相后彻底崩溃，在监狱里用床单上吊。想想也是，为了一个骗子差点杀了自己老婆，换谁都受不了。他被狱警救下来后就一直说胡话，现在被单独关押加强监管。但是林家更惨，他在看守所里真的怀孕了。什么？他根本不知道孩子是谁的，天天哭着要堕胎。我沉默了。林家之前假装怀孕骗了那么多人，现在真怀孕了反而成了负担，简直是太讽刺了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和爸妈打算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看看能不能治疗我这恐高症，顺便散散心。那个1000万的举报奖励够你们一家过得很舒服了。是啊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重活一世，我成功将想杀欺骗保的老公和他的小三送进监狱，开始了我的新生活。我用举报奖金买的海景房，每天都能看到日出。妈妈说这是她住过最美的地方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在整理花园，爸爸从客厅里叫我：苏慈，快来看新闻。热气球杀妻案凶手徐凯因无法承受心理打击，
在狱中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。监狱医务人员表示，徐凯目前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交流能力，预计他将在精神病院度过剩余的刑期。职业骗子刘小美近日在狱中产下一名男婴，经医院检查，婴儿患有严重的智力发育缺陷，其家属拒绝认领，孩子已被送往福利院。据狱警透露，林家在监狱中经常被其他犯人排斥和欺负，精神状态极不稳定。这些人真是自作自受，这些贪心的人，最后都没有好下场。苏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。我已经不再关心那些人和事，我现在的生活很简单，每天早上在海边散步，下午打理花园，晚上和父母一起看电影，偶尔还会去附近的民宿帮忙，学习经营管理。毕竟我的梦想就是开一家海景民宿。我的生活很平静，直到楚行舟闯入我的生活。他是全世界都有名的心理学医师，专门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原本以我的身份根本就不可能接触到他，可缘分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他竟然也入住了这家民宿，还就在我隔壁。而他也是个善良的人，听说我的事后倍感同情，主动提出帮我进行心理治疗，这一治就是1整年。苏慈，你的恢复情况超出了我的预期，恐高症基本治愈了，这是很难得的。那我可以进行正常的高空活动了吗？当然可以，不过要循序渐进。你现在的心理状态也非常健康，祝贺你，小慈。谢谢你啊，楚医生。小慈，不是说好了要叫我行舟的吗？众生后，恋爱脑的我狠心抛弃老公和小奶狗搞暧昧，只因老公为了杀妻骗保，将我骗上夺命热气球，却被重生归来的我反手送进警局。大仇的报后，我决心开启新生活。而这时，我遇见了小奶狗心理医生。也对，我根本就没有资格要求你这样。我只觉得心里好像有一只小鹿乱撞。同时，我的海景民宿时光小筑也正式开业了。民宿就建在海边的小山坡上，从每个房间都能看到日出。客人们都说这里是他们住过最治愈的地方。这天上午，我正在前台整理预订单，楚行舟拿着专业摄影设备走进民宿。小慈，有兴趣一起去拍日出吗？我看过他拍的照片，拍得很美，总是能捕捉到最动人的光影。可我还是有些犹豫。对不起，我的邀约太唐突了。不是的，我以前有点恐高，但我现在已经不恐高了。热气球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，可我也想趁着这次机会，彻底和过去割席，拥抱新生活。第二天凌晨，我们来到热气球起飞点，看着巨大的彩色气球在晨光中等待，我的心情出奇的平静。我们踏进了吊篮，奇迹发生了。这一次，我没有恐惧，没有眩晕，只感受到微风拂过的轻松惬意。看，日出开始了。俯瞰脚下的海岸线，我看到了自己的民宿，看到了那个小花园，看到了阳台上的父母。感觉怎么样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感受着高空的清新和辽阔，一切都比想象中的更美好。当我们安全着陆时，张宇给我看刚才拍的照片，照片里的我站在吊篮边缘，脸上带着从未有过的释然和宁静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让我爱上了高空。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呀？以身相许吗？老婆不能答应他。是徐凯，他形容枯槁，衣衫褴褛，双眼猩红，和从前判若两人。我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想要推开他，我还没来得及动手，身旁的楚行舟就一脚将他踢飞。我看着倒飞出去10米的徐凯，人都傻了。徐凯如同打不死的小强，尽管被踢飞10米，但很快又顽强地站起身。苏慈，是我错了，可你那么爱我，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呢？你身边这个小白脸哪里有我好？你哪点比得上他？我没有再理会徐凯，拉着楚行舟离开。我怕再多看徐凯一眼，我就忍不住打死他。徐凯看着我们的背影，瘫倒在地。小慈，我从精神病院掏出来，就是为了见你一面。怎么，你得了什么绝症？小慈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我没有回复，可冰冷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既然你不想要我的爱，那就试试我的恨。你不要过来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不，他不会回来了，毕竟他又不是灰太狼。小慈，你刚才咱们认识一下吧，男朋友。